新开发的2道菜，尝尝。这么丰盛，今天有4道菜，这都是你做的？没有啊，就除了这个是集市上买的吧。哦，既然这样，你是客人，你先吃吧。好。怎么样？来，尝尝这个。太难吃了。不是我说你，就连尝不出味道的人也觉得你做饭难吃啊。哎，等等，你有味觉吗？你们俩没味觉啊？哪个是集市上买的？味道不错。你好啊你也不帮我，我肚子不饿了，你吃够够。还没有长大。我跟你说啊，现在他是比不过你，假以时日，可就说不定了。你倒是挺关心他。你中毒的事他知道吗？这件事情呢，只有你知我知。我希望你能替我保住这个秘密。我有种感觉，不管方才你在屋里说的话有几成是真的，有1句我相信是真的。你说我希望你活着是真的。你说你只记得怎么杀人，那莫非你又想起从前什么了？我能想起少时的来处，从何处来？尸山血海中来。别说这些了啊！哼，带着。如今呢，你树敌太多了，戴上这个面具安全一些。老子白天不做生意，识相的赶紧滚！刘前辈，这动不动让人滚的习惯可不太好啊。你们又来干什么？人不是已经给你们了吗？刘前辈，我们这次来是想打听一下四顾门的事儿。又提四顾门，四顾门早就亡了。虽然你嘴上这么说，但你的腰间不还是挂着四顾门的令牌吗？刘前辈，你既然这么惦记着四顾门，你为什么对我们百川人这么大敌意呢10年前，四顾门分家之时，我就当江湖再无四顾门。门主出事了，一个个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，没有一个人替门主守住这份家业。什么江湖行堂百川院，在老子眼里，狗屁的不是。天下大事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。你看，如今这个四顾门又重启了，你的老伙计都在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也可以再回去啊。你懂什么？四顾门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李相夷的四顾门。门主不在了，一个个的都把脏水泼在门主身上。萧子金就是其中一个。如今让我接受他当门主，除非我死了。都说李相夷是因为报单孤刀的私仇，杀上金元盟才中了圈套。其实事情根本没那么简单。我跟你们说这些干什么？赶紧走，赶紧走！刘前辈，快点！我们来就是为了此事。其实这位少侠是李门主的门徒，单孤刀是他的亲爹。什么？
刘前辈，来，您摸一下，这是我爹当年的令牌。你怎么不早说？你也没给我机会说呀，刘前辈，你说我爹的死有异常，那在他死之前，你可有发现什么异常之事，或者他得罪了什么人？跟我来。这是什么？当初二门主出事之前，我曾经发现4虎银枪中的哮天虎在搜集情报，可当初我就是负责分坛据点、搜集江湖情报的。我发现他跳过我行事，担心他对四股门有疑心，于是我悄悄跟踪过他几次，但最后却发现是二门主命他，还有其余3虎一起做此事。老实讲，我还有些不开心，觉得二门主没有把我当成自己人。当时当晚，他就把我叫过去，告诉我一个秘密。什么？他说他担心金元盟暗中支持南印复国大计，危害中原。这南印不是100年前就亡国了吗？我当时也是这个反应，可是二门主告诉我，一直以来，南印都未曾亡过复国之心。在这近100年来，他们陆陆续续往中原派了很多的人，最要紧的便是这4个人。这4个南印富商从南印国带上了无数的财富和4样法宝，据说有一件有毁天灭地之能。但是后来不知道出了什么岔子，这4个人始终没有出手，而是留在了中原，到现在已经是第3代的后裔了。刘如京，我想阻止他们。二门主不知何故，发现了他们与金元盟的勾结，蠢蠢欲动的痕迹，于是想顺藤摸瓜，找出这4个人的后人。可惜啊，只找到了这4个富商，南印的名字，却无法找到他们后3代的家世。想必二门主也是在寻找这4个人的时候，惊动了金元盟，才遭此横祸。你看我干嘛？我去做卧底也查此事啊。那也就是说，单副门主给你看的是这4个人的名字之一。正是，他写下来给我看过之后，我便收回了。我想帮他，于是把他默了下来。可惜啊，我只记住了其中一个。那你是否还记得，单副门主要你去过一品坟？你是如何得知？因为一品坟当中埋的是来和亲的南印末代公主。一品坟外有八卦阵，纵使确定了大概位置，二门主也未曾进得了一品坟，然后就出事了。难怪。方小宝，你还记得在一品坟当中那个丢失的箱子吗？记得。怎么了？现在想来，那个箱子便是南印后人苦苦找寻，能够颠覆武林和朝堂的秘宝。而这个观音垂泪，只是吸引狄飞升打开一品坟的诱饵，而他们最终的目标，就是箱子里的南印秘宝。已经7日了，还是没有盟主的下落吗？没有，放心吧，以盟主的能耐，那点无心怀根本伤不了他。或许他正在某处疗伤呢。这不像他呀！如果他真的没事，肯定会回来的。圣女，圣坛之上聚集了一些尊上的旧部，他们叫嚣着尊上不知所踪，看来这矛头是又要指向你呀。传我令下去，将盟主所有的旧部通通关起来，不服者格杀勿论。我只是不舍得动尊上，杀这些老家伙，我可不会心慈手软。是。我一生所求，
都是为了他。他想要当武林盟主，我助他成为武林盟主；他想要当江湖第一，我就助他成为江湖第一。若他都不想要，那我就成为天下第一，让他成为天下第一女人的男人。等你拿到了4枚罗摩天兵，打开罗摩鼎，得到那样的东西，天下尽在你手。他区区一个嫡妃生，怎么逃得过您的手心？门主，你相信李相夷的话？他不会回来四顾门？昔日风光无限，美人挂怀，我就不信他放得下。不管他想不想，我都不能给他这个机会。那咱们该怎么做？你去把这些消息悄悄地传出去。李相夷在位之时，得罪了不少人。自他死之后，江湖人倒是把这些忘得挺干净。我提醒提醒他们，李相夷究竟是个怎样的人？南印文出了名的艰涩，你就算把字吃了，该看不懂还是看不懂。是文字就有来处，没准多描几遍就茅塞顿开了呢。哎，罢了罢了，既然你饭菜都做好了，先吃饭吧。我什么时候做过菜了呀？这不是饭菜香吗？李大哥，你之前发明那几道菜我也学会了，你看看对不对？你怎么了？我想跟李大哥学厨艺就来了嘛，很奇怪吗？学厨艺不奇怪，跟李莲花学厨艺很奇怪。这苏姑娘脸上的伤好的差不多了，那真是太好了呀。我义兄的千玉复原膏可是天下一绝，疤痕嘛，自然是留不下来的。李大哥，嘴上不承认，心里果然还是记挂我了。你小姑娘家家的，不要想太多。门口的狐狸精断了条腿，不也得问问吗？反正我义兄最近忙，我就在莲花楼多住些时，好好跟你学做菜。我们最近呢刚有急事要查，只怕没法招待你。不就是查南印名字吗？你知道？他在桌上划了那么久，我又恰好认得，就知道了。这名字叫什么？哼，不让我住在这儿，有问题倒急着找我，那可要看我乐不乐意回答。哎，谁啊？啊，苏姑娘莫怕，这位呢是南海派的阿飞，是我的仆从。啊，也是我小弟，他只吃米饭。怎么还戴面具啊？他呢脾气差，所以戴面具遮遮煞气。哦，哎，苏姑娘，要不然这样吧，你呢告诉我南印文，以后这个莲花楼任你住。真的？不许反悔。不反悔。哼，本姑娘可是万人册的孙女，既是李大哥一直要查关于南印的事情，我呢就找爷爷学了学。虽然临时抱佛脚，可是认个名字嘛，也不难。那这个人叫什么呢？金半山。姓金？元宝山庄。我第一次知道这儿竟有处花园。南印拜草木为尊，这花园应该就是他的祠堂。故显足考金宫半山之神位，这应该就是金半山的牌位了，他就是金满堂的祖父了。这其他牌位上的南印文，应该就是来中原前的金家先祖。10年前、10年后，一切都和南印有关。刘家子提到的毁天灭地的南印秘宝，应该就是这个原因了。那这秘宝又从何查起呢？你看那里。
这是南印邪神碎眼啊！这左手上拿的应该是无心怀，右手就是修罗草，那这头顶上又是何物？染乳之躯，屈辱之魂，祭我碎眼，业我焚天。染乳之魂，这不就是金满堂冰片上那一句“业火焚天，毁天灭地”的秘宝？那么指的就是邪神头顶上这团火，或许就是南印3大秘术之首——业火藤。业火藤，那是万古之王，邪术之首。当年南印的先祖就是因为得到了业火藤，所以他们才耗集了千万的邪兵，去灭了西南七邦，创立了南印。别是神话传说吧？怎么可能？我爷爷的笔记从来不记没来由的东西。让我想想，业火藤，当时爷爷给他的标注是“非人间之术，乃万恶之源”。这玩意儿可邪门的很，只是近100年来都没有什么人提起过。我以为它已经消失了。南印以草木为尊，捧得最高的业火藤，名中有火，火克草木。想必南印人对其是又敬又怕呀。乘着业火藤的顶，应该就是罗摩顶了。怎么一个顶也有这么怪的名字啊？这应该错不了。100年前血雨天巧公所造罗摩鼎，是一种极难打开的机关匣，需要用4枚罗摩天兵为钥匙才能开启。我小姨说过，这金满堂手中的冰片，正是一种钥匙。难道这冰片就是罗摩天兵？所以那伙人之所以想集齐4枚罗摩天兵，就是为了开启罗摩鼎。当初来中原的南印人，刚好4个，正好一人手中有1枚。看来找到余下的3个南印后人，再找到3枚冰片，那么我们就能找到真正的幕后之人是谁。那这业火藤真是这么可怕的东西的话，必须立刻通知百川院才行。不可。为何？你想一想，一品坟和这个元宝山庄之前，我们把消息传给百川院的时候，每次必然都会出现黄雀在后。你怀疑百川院混入了西佐？没错。所以余下的3个人，只有我们自己去查。可是这3个人，我们只有1个名字，剩下的人怎么查啊？至于姑娘，金满堂可有什么定期交往的朋友？定期往来的朋友倒是不多，但他每年秋季都会出去几日，说是去吃席。秋季吃席？莫不是漫山红？请柬上写的就是漫山红。漫山红是什么呀？你不是万人册的孙女吗？连这漫山红你都不知道啊？吃喝玩乐的事情，谁能比得上方家大少爷，是吧？那是。就让本少爷给你长长见识吧。每年秋月如火之时，这玉骨绣客玉楼春会邀请6位奇人参加酒席，这就叫漫山红。哎，巧的是，这玉楼春也是富甲一方，足不出户，中年隐居，和这金满堂倒是极为相似啊。既然这个玉楼春的嫌疑最大，那不妨我们就去见一见他。这玉楼春不是想见就能见的。虽然说吧，他每年都举办这漫山红，但迄今为止，倒是没有任何人知道他的寝居到底在哪，唯有受邀的客人才能见到他本人了。那不知他缺不缺大夫了？人家又没说自己是病秧子。这么说吧，要想见到他，必须成为这一年江湖当中最出名的奇人。想受邀就得出奇。够奇。唉，我们这几个人当中呢，最奇怪的，那不就是这个阿飞吗？要不然让他去街头卖艺，吸引这个玉楼春啊。哼，不必这么麻烦，把他们都杀了便是。啊？哎，别怕别怕，他这个人吧，就是爱胡说八道。哎，看来要想见到这玉楼春，还是得本少爷亲自出马。嗯，